但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这些社交媒体是现在想想，那也是降维的主要指标之一，因为我把你全部给囚禁起来了，我就通过这些信息把你给囚禁起来。你说这个像不像监狱呢？这又是一个无形的，又给你修了一堵墙啊！之前我讲的是那个叫什么金钱和美色，那是2堵墙，我这儿再给你来个信息茧房，3堵墙啊！我这墙已经是铜墙铁壁了，一层套一层。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监狱呢？所以说回到这个监狱理论，我觉得根本都不需要这个上升到什么很高层次的什么宗教啊、哲学啊、灵性啊出体，我觉得就把这些简单的社会现象捋一捋，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是一个提线木偶，你很多情况下也是受制于他人，你也是受制于媒体，受制于信息，你没有真正的自由，你没有真正的没有依赖的快乐，就是你可以有暂时的快乐，但你那个快乐它也是依赖很多条件，只要中间一个条件我给你撤掉，你的快乐马上就没有，所以你只能获得暂时的快乐，就跟监狱放个风一样的。我今天给你放个风，但我只放15分钟的风。你以为你有很长的快乐，你没有很长的快乐。我给你的快乐只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快乐，但我给你撤了，你没了。是这样的。但你会发现，其实有的人他更倾向于做提线木偶，而不是去获得自由。就他本身对自由其实是有恐惧感的，他或者说对自由他是觉得是失控的，他更喜欢被一个东西牵着走，就是一种内在的奴性吧。或者有些时候他们叫路径依赖，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他看别人也是这样提线木偶，也这样提着。很多人特别需要这层安全感，因为他可能从小他就是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只要有一个东西能给他带来短暂的安全或者短暂的舒适或者快乐，他都会成瘾，他都会越来越依赖，就是也是一种惯性吧，就是长久以来的惯性思维。一个人他一旦依赖一种坏习惯，他就会越来越依赖它，形成这种马太效应嘛。但是有些时候，但我觉得还是我内心我是觉得还挺可悲的。我觉得就是你靠这种路径依赖，其实你根本没有把自己活成你自己，你只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社会认为你该活成的样子，而这个社会可能还是你那个小圈子告诉你的社会，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然后我有时候想，就这个监狱效应还挺明显的，真的，而且还我觉得挺可怜的，就是你活在了一个我说是挺可怜的，对吧？你活在了一个别人给你形成的一个小监狱里面。就是我还是那个车，我觉得比如说看留学生有些圈子，那每个人都开车，那你是不是你也得买个车？其实你那个车买起来也是半推半就的，因为你真问你自己，你真喜欢卖这个车吗？因为我们那个学校的校区哈，它在市区核心，其实你真买个车是非常不方便的，你停车是个麻烦，然后那个里面那个地方堵的又不行。我说你从你那个公寓开到那儿去，你那个时间比人家骑自行车还慢，或者有些时候人家走路都比你快，他10分钟从这儿走过去了，你开个车，我告诉你，停车从车库出来，停车等红灯排队，然后再到学校的车库里面停车拿票，你这过程搞下来半个小时。但是你发现很多那种奢侈的享受或者奢侈的服务，它就是在购买一种不方便，比如说化妆呀，比如说打扮自己啊，其实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维护这些东西，你的方便性无从谈起的，它就不是为了方便去购买，更多的是为了去融入那个圈子吧。所以我就觉得挺可怜的。然后我不知道，就是他们是从哪儿得到一个，就是为什么上学就一定要买辆车呢？就是我现在都还想不清楚。我说车本身，这个我不知道车为什么跟上学能够挂钩哈，就是为什么你现在上学了，你得买辆车呢？就这件事情有什么必然联系吗？但有些时候他们告诉我，这好像是个必然联系。我说你
哦，就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上大学买电脑，就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网络上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如果一个宿舍里面哪个同学没有买电脑的话，就会被其他的舍友歧视，或者说在背后说一些风凉话。我觉得这很离谱。就是其实上学跟买电脑其实也不冲突啊，就是学校里面有公共机房，然后你不买电脑其实也可以上大学。对啊，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挂钩的，而且我上学的时候我是最不喜欢带电脑去学校的。我有电脑我不喜欢带，因为我觉得是个累赘。我出门其实我这个人很懒的，我出门我连书包我都不想背。如果我要做笔记的话，我顶多带个 iPad 出去。我就不喜欢背一个电脑，但是当时呢，有些人但我那个时候有些人他是喜欢带电脑，但我当时还调侃我说你背个那个 MacBook Pro 跟背个砖头一样的。然后有些时候有些女生我还调侃她，我说你那个包那么贵，你摆个这砖头进去，我告诉你小心你这个包哈，我告诉你这种皮包你天天装这种特别重的东西，它是会变坏的，它的那个形状会变塌的。你这个包刚买来是挺漂亮的，版型挺好的。我说你装这个 MacBook Pro 你装吧，再把你的化妆品装进去，我告诉你这个学期还没过完，你这个包就要走形，你就信我。我告诉你，你这个包根据我的经验，它一定会坏的。我其实就是很不喜欢带电脑，我也不理解的时候，他们一天为什么天天包着那个电脑满世界跑？我说你不觉得那是个累赘吗？这很多事情都说明了，其实很多人他没有坚持自己的选择，他其实是跟着这个群体在共同行动，他觉得自己不能成为这个群体当中的异类，而人就喜欢他不想成为那个出众的人，或者说被排挤的人。那我假设说我在比如说就以你那个大学为例，我就不买电脑，那你们会拿我怎么办呢？你们都不跟我做朋友吗？你们吃饭都躲着我吗？我不，我就会啊，我觉得不会啊。我觉得在我们学校应该不会，但是我是从前一段时间从一个那个啥网上看到了一个人家写了这么一个类似于像日记一样的东西。那如果我就不买车呢？你能拿我怎么样？你能杀了我吗？他其实也不能拿你怎么样，他只是说，比如说他不跟你玩了呀，或者说他跟你关系没那么亲近，没那么关系那么好了，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丢份儿啊。那过两天我买个好的车呢？那你是不是马上要跟我变好了？对啊，所以这其实就是人与群分，物以类聚嘛。如果你不是在乎这些东西的人，你就会遇到那些不在乎这些东西的朋友，你们反而在一起相处的更舒适。就是你不要强硬的去挤进任何一个你本身就不喜欢的圈子里边。是，其实别人买车或者说买电脑，其实也是别人的自愿吧，就说到底还是自愿。所以我们也尊重人家，你买车买电脑或者买包，其实也没啥可说的，这都是人家自己掏钱买的，又没有花我们一分钱，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吧。就是我觉得人还是就是不要太喜欢去评判其他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生活作风，这其实跟我们关系不大，就是对，做好自己就 OK 了。跟我关系还有点大。我跟你说，有一件事情把我每次搞特别上头，就是当然这个是我的个人恩怨，这个事情是我的个人恩怨，就是我每次考期末考试的时候，就总要有人迟到，然后他迟到的原因给我讲一下，就是停车的事情。然后尤其是上一年，他们那个罢工，因为学校助教罢工，然后罢工他们把那个路给拦了，他们设这个路障把那个路给拦了。拦了之后呢，你停车就不能走那条路了，你得绕路。很多学生他就不知道，他又开车他不知道，他就发现他走不了他原来那条路了，然后呢他就得绕到其他的停车场去停，这一绕就到好，铁定就迟到。迟到之后呢，
就开始来跟我两个解释。哎呀，我说我都之前发了那个消息的，给你们说了，你们就把时间算好啊，不要搞这些事情。不听啊，就这样弄完了之后就跟我闹啊，说哎你能不能给我宽限个时间啊，能不能补考，能不能，我就很烦。然后到后面我通知考试，我还得把那个什么停车路线图都给他规划出来，哎，就跟个保姆一样的。我在说啊，你们如果开车，你要停到这个停车场啊，这个停车场离考场怎么样，我还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当然这个不是我想写的，是我们那个什么翻译成中文什么教研室的一个人说建议我们拿这个模板写。我都在想，我说我教课，我现在还得操心他们停车停到哪儿。我当时就觉得我疯了吗？我需要管这种事情吗？首先我就觉得他不应该开车来，他开车来不就有病吗？这个地方这么堵。那如果你真要开，你不把时间算好吗？你都是成年人了，这个事情是你该操心，不该是我操心的事儿。然后我现在还把这个时间管起来，你该把车停在哪儿，你怎么样才能不迟到？我这个事情还要给你扯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东西。我说要不要停车票我也帮你买了吧？你们直接个凭票直接免费停车。哎，然后对，这就是我的个人恩怨。所以我每次说到这个车的事情，我就开始气，因为我的那个PTSD 我就来了，我就说，哎呦天哪！我一听到他们开车，我头疼，因为他们到后面就要找我请假，这个或者是说要补考。老师就是会面临这种特别琐碎的这些问题。对啊，就教务员对你们施压，然后学生又跟你们有很多扯不清的这些。对吧？所以有时候我就不想教，我有时候搞这种事情干啥？我现在陪你们玩吗？我也是有脾气的，当然这也是我凡夫的特点就出来了，就是其实我应该忍辱的，我应该忍的，但有时候我就忍不住了，我就说，哎呀，我也不理解你们为什么要开车。重点是有时候我一看，我说你这个车开了之后，真能起到你说那个效果吗？就是说，啊，人家看了你这个车就肃然起敬了。我说你这个车好像不能达到那个效果吧？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吧。当然，你觉得教务员给你们分配，让你制定这个停车路线，已经超出了你的职责范围了。其实你应该去跟这个教务员去 battle。我有时候就不想发，所以我就说你把模板弄好了，我来发。我就是你要让我自己从头写，我不想写。你写好，我可以帮你转发。我可以帮你转发。但是你要让我去写的话，我去规划的话，我写不出来，我没这个空写的。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子更容易培养出巨婴来啊！就是你满脑子天想的就是这种事情，那我们不就在培养巨婴了吗？现在的这个大学教育就是在培养巨婴啊，就是像以前啊，大学都是没有管这么多的，现在大学管的越来越多了，甚至还有晚自习啥的。现在大学感觉就越来越像是一个高中了。大学现在还要管晚自习啊？就是国内的这些大学啊，我不知道国外什么情况。我们这边是不管的，他一周就理论上上5门课，每门课3个小时，也就是你就上15个小时的课，你结束了。然后呢，我们也不管你，你爱过，不爱过不过。那个，我们有些时候挂科率可以达到30%到40%了，有些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就是有挂科率，说明那就有通过的，那这个通过的含金量就高了呀。我觉得如果大家都不挂的话，那通过的意义何在呢？挂了之后，他们有时候就会要死要活的，就开始闹。哎呀，一闹起来呢，就在考验人性了，就开始考验人性了。所以当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费心的一个工作。确实，我现在发现真的是，尤其是这个哎呀，算了，不说了，说多了得罪人，我也不说这个东西。但是我真觉得，就是回归主题的，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形态，包括我们的教育，包括大学教育，我觉得就基本上是给你塑造更多的牢笼啊。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车呀、包啊、表啊，我觉得你喜欢，你其实是可以买。比如说，我就喜欢表，我觉得可以买，我不是说买，
不好，你喜欢你可以买。但是你觉得你买表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我觉得就很可怕了。你买车你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这就很可怕了。就是我把我自己活成一个在你眼中看起来好的角色，而我为了服务于你的眼界，为了服务于我这个小圈子的眼界而委屈我自己，然后买这些东西干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没有必要。你真喜欢你完全是你自己的，你可以买。对，这个其实是一种双向捆绑，它不仅约束了他自己，他还约束了他身边的人。对，然后我就说那就比如说你买车，然后人家不买，对，所以这个，你说没有那种就是什么自信，就是我就不买，我看你拿我怎么样，我就不买。其实没有人会拿你怎么样，没有人在意。我看你拿我怎么样。他们有些时候就会怕这种东西，尤其是他们讲什么卡盐局、卡什么局，我发现他讲这种事情，其实内心更多我看到是他的恐惧，他怕他自己是被卡住的那个人。对，现在人就恐惧越来越多了，就是没有那种生命力了，我感觉。啊，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降维，这降维就是更具象化，就是说你很多时候你处于的不是自在，你反而是恐惧，你担心这个事情会向你不好的方向发展，而很多时候这个担心是毫无意义的，比如说什么卡盐局不叫你啊，比如说什么人家开车会有时候聚车友会，哎呦对他们还搞车友会，哎呦我真是不知道他们想干啥。车友会，那你没买车你不是就不能参加他车友会了吗？那你不能参加车友会了，你又觉得被排除。然后关键是以前呢，人家社交都是比较私人的。你现在有一个小红书，你有个朋友圈，这些人天天发朋友圈，一发呢，你还看见他们在干啥？你一看见他们在干啥，你更焦虑了。对啊，所以为了精神健康，其实大家应该远离这些社交媒体。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那个小红书但我这样说又得罪人了，因为我觉得小红书其实很容易给人制造焦虑的。对，小红书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这么一个运作模式嘛，你可以它一切都是为资本去服务的。你可以做个实验哈，就是你打开你的小红书，你就只搜几个关键词，留学生，留学生，你一看你能搜出啥来？那简直是太可怕了。然后我有些学生就在那说，哎呀，我们留学生的名声都彻底被踩坏了啊，怎么样，然后气得不得了。我说，那你也别怪人家，你搞的这些事，可能他们真的就，你这一搜出来，我告诉你都不敢看。我看了一下，我搜了一下，第一条是这个关于大学的真实花销，就费用，然后第二条是就是一个博主介绍他大学4年的一些真心话，我没有点进去看啊。第3条是你说花大学留学的结局，然后他给了几个卷王派、学术派、跨界派，做了几个分类，就留学的结局吧。我刷到的是这些啊。问生活费的是最可怕的，下面就很多人要抬杠了。那确实肯定，每个人消费观都不一样，就要吵起来。那看来你那个小红书还比较好。我刷的很少，我小红书你不让我刷，我这好久都没点开了。反正我就说，这就是个社交媒体的一个塑造人的一个过程。每个人的圈子不一样，他就会固化这种思想。当然，这个有罗圈化了。我最后再讲一个东西，我觉得有点晚了，会不会影响你睡觉啊？我们讲到1点吧，再讲17分钟，这样。我去上个厕所吧。好。歇个2-3分钟，喝个水。好。我回来了。
然后我现在看我以前发的朋友圈，哎呦，你看吧，不着急。没有，我也觉得咱们聊到1点半都可以。不过我听那个坑说你不是要按时早睡的吗？你现在？对，我平时一般都是12点多或者1点左右睡的。那行吧，我们之前可能有一段时间坚持过早睡，但是没坚持下来。你觉得早睡的困难是什么？其实我也想调整早睡。我觉得早睡，哎呀，怎么说？我现在其实不纠结这个问题了，就是如果第二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大清早要去干一件事儿，我肯定会早睡的，就是自由安排吧。我觉得我现在对自己没有这种要求了，就是自己困了那就睡，饿了那就吃，没有那种强制性的要求几点睡。我觉得几点睡这种要求其实是现在的这种工作制度附身的一些东西，对，它不一定适合你自己。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早睡的话，我觉得肯定会好一些。但有时候像我其实我觉得晚上很多时间更多的是，属于自己的更舒服一些。我宁愿在晚上多清醒一段时间。你这想法跟我很近，那看我们是一类人。因为我有些时候，我觉得晚上的时候我思维更清明一点，所以有时候我到晚上反而不想睡。对。然后，但我每天大概还是会睡7、8个小时。我不知道你每天睡多少个小时哈？我一般一天大概睡6个小时，但有时候，也会睡9、10个小时。那你这个不一定。对，这个不一定。那你说明我们本质上差不多在这个作息上，所以我觉得我也不适合上正常的班儿，朝9晚5那个班儿我是上不了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如果你能习惯了，然后其实很多时候你并不是觉得，上这个班儿这个对你的睡眠有多大的限制，可能你是不喜欢这个班儿而已，就是单纯的不喜欢这个班儿。你说上班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你仔细想一件事情啊，你应该是上过朝9晚5那种班的，对吧？对啊，我何止上过朝9晚5，我上过朝8晚10的班。哇，你好厉害啊！你朝8晚10，那你早上你几点钟就得起床啊？我早上6点多就起。然后你上到10点钟，你回家可能然后我回家11点了，然后我12点睡觉。那你每天只睡6个小时？对。哇，那你也是钢铁锻造出来的人物呢。我感觉这个作息跟那个啥高中很像啊。那高中早上也是5、6点就起来，然后晚自习上到9点半或者10点半。哇！然后回去有时候比如说月考前或者说大考之前，还得熬夜学到个2、3点再睡觉。我觉得我听了你的，我觉得我不应该给人家抱怨我的高中生活。我之前经常给人家抱怨，我说我高中时候太辛苦了，怎么样？但我现在听完你这个，我觉得我高中也没啥可抱怨的。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一群朋友，他们都是那种特别爱学习的，然后我们组了个小团体，然后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就10点半下晚自习之后回到宿舍，又开始一起约学习，还不是约玩手机什么的，就一起约学习，然后一起学到凌晨2、3点、3、4点，然后再睡，每天就睡个3个小时或者更短。然后我就觉得很疯狂，我觉得。对，但是现在不敢想了，我觉得现在的身体肯定不允许了。年轻的时候还是。那你现在也年轻啊，你应该30岁左右吧？你现在也年轻啊。也算年轻，只是说没有那个时候10几岁的那种年轻感觉了。你知道我刚刚为什么提这个呢？就是我之前跟一个人也是聊，跟我朋友也聊了这个话题。
我说你仔细想一件事儿，如果我每天朝9晚5把这个班给你排满哈，而且你是真的很有效率的上的哈，你8个小时上完回来你很累的。然后如果你还有老婆孩子，又是一堆破事儿。当然你要是大男子主义，你什么都不管，你回家就往那个床上一躺或往沙发上一躺，那也行。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可能你老婆会期望你干点事儿，比如说帮她个忙啊，带个孩子。你真要搞大男子主义，往家一回就是酱油瓶子倒了你都不带扶的那种，我估计你这个家庭关系可能有点艰难。就假设说你不是那种完全的大男子主义啊，什么家里面啥事儿你都不想管，那也就是你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去搞你家里面那些事儿，然后你真正留给自己的时间去思考一些哲学，思考一些形而上，思考一些更高层次的东西，其实你是没有这个精力的，你也没有精力去找你的朋友在推心置腹的聊一些，就像我们今天这种话题啊，就是去聊一聊，哎，你怎么看宇宙啊？你怎么看人生啊？我跟我那个朋友说，我说能聊这种话题的人就必须得有闲，他得闲下来，他才有时间去想这种事情。这已经是一种奢侈了，在当下。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把绝大部分人这种事情给你阉割掉了，而我们用了一个词语叫做效率。这个效率其实这个词儿我现在是非常讨厌的。我说其实效率有点反人性。我每天工作8个小时，如果我效率真做到100%，就是你这8个小时没有1分钟是在偷懒的，你这8个小时真的是着着实实的干够了8个小时。说实话，没有 AI 的时候，你老板很难监控这一点的。但有了 AI，我可能可以做得到。我今天说你干8个小时，我准确的知道你这8个小时在摸鱼还是在干啥。但是我们假如说一个人，我真让你极高效率的完成8个小时，中间没有任何摸鱼的可能性，或者极少摸鱼的可能性，你那天那个班上下的状态是不敢想象的。对。然后回家后，你在面临一堆家务，在面临老婆，在面临孩子，面临那些事儿，那个负担更是不可想象。这个时候我说你要升维，人家说你升啥维？我根本不想跟你聊这件事情，你们不要跟我聊这种没有意义的话题。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太累了。对，其实更多的像这种人，他更多的是需要休息。如果而且很多人他上班，他即使是在摸鱼的情况下，他都是在刷那些抖音啊或者小红书这种流媒体，他的精神的直接就给干爆了。对啊，你说这个就是降维，这个也是很具体的一个指标。我也是前段时间跟我朋友聊起来，我说人的工作，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理想状态一天就工作4个小时，你剩下其他时间，你其实人的精力太有限了。我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高强度的干8个小时，你干完8个小时，你就没有自己的思考时间了。你要有自己的思考时间的话，你一定是你是处于一种比较轻盈的状态，就是你工作没有饱和，你工作必定也不能饱和。只有当你工作不饱和，然后你又衣食无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坐下心来，你静下心来坐下来，你在想，这个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宇宙的真相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你才有精力去想这些事情，要不然你根本就没有空想，而且你也不想跟别人聊。对，就大脑的这个就跟 AI 一样，它是有 token 的，它的其实清醒去高效的去完成一些事情，它最多也就持续3到4个小时，一天之中啊。对，然后接下来他就属于是复合了，然后因为我发现有些社畜挺可怜的，就是他上班上的太焦虑了之后，我发现跟他好像话题也没啥可聊。你发现他好像什么东西也不在乎，你只有聊一个事情在乎，如何发财，你教他，那我给你讲投资，哎，他可能感兴趣，他那个眼睛你能看到亮了一下。你要跟他讲什么人生啊、宗教啊，人家还不太多关心。就相当于一个快渴死的人，他眼里只有水。你跟他聊其他的东西，他听起来都是天方夜谭，跟他太遥远了。对。所以说最后就是他就把自己就锁死在刚才我说那3个循环当中金钱那个地方，因为他的耳朵已经关住了，他只有在你说到钱或者权的时候，他耳朵可能会打开一下，他那个眼睛我能明显看到，哎，亮了一下，他那个眼睛亮了一下就发现，哎，
这个钩子勾它是有用的。你该聊别的是没有用的，你应该聊到，哎，我最近对美股市场有什么看法？哎，我告诉你什么什么东西可赚钱了，我最近就赚了不少。你聊这种话题的时候，他眼睛一下就亮了。对，我觉得挺可怜的，挺可怜的。但这个就是大部分的人嘛。对，所以众生都是生活在一个苦海之中啊。啊，对啊，这不就降维吗？说实话，降维这个东西，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讲宗教了，就把这个事情讲讲。你不是维都降到底了吗？你再说那个 YouTube 上，我发现很多事情都讲得很简单，但越简单越粗暴的，人家那个什么呢，关注率就越高。你最好就讲一些，要么你已经麻了的东西，要么你就讲那个什么完蛋了，明天世界就毁灭了。你讲的这种事情营销恐惧，你也是最有用的。你真给他讲一点很平，就是看起来很平淡，但是需要比较深刻思考的，你反而是不太招人喜欢的。说这个，我觉得它本身就没有效率啊，对，资本讲求效率。对，我现在就说，我最恨的就是效率这个词儿。我现在听到那个效率我就头疼，天天在讲效率，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整个人类社会可能要被这个效率给毁了，就是过于追求效率。很多人他看是，对，过于追求效率。你适当追求是可以的，但是你过度追求的话，我觉得要出大事。对，说以前，就是，你说，就我说那个，很多人看视频啊或者刷手机，他其实想要的是找到一个结果，一个人告诉他答案，他已经忽略了思考这个东西了。而且这个答案一定要简洁粗暴。对，要简洁粗暴的一个答案。啊，你不能够拐个18个弯的那种，那你拐18个弯，那我就不接受了，我给你直接屏蔽了，给你划走。但是我觉得这世界恰恰就是复杂的，这个世界复杂到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很难用一个最简单的东西一句话说清楚。对，复杂到已经超出语言的范畴了。对。如果你强行要拿语言解释的话，你也很难做到干脆利落，说啊，我一句话就把它说清楚。就像现在很多视频啊，5分钟读完那个24史，10分钟读完4大名著，现在就喜欢出这种视频嘛。但我说实话，你真要了解这些东西，你觉得5分钟10分钟够吗？但是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这种快餐文化，你跟他说的超出5分钟10分钟了，他就会觉得你在干什么？你疯了吧？你在浪费我的时间。但这就是我觉得可悲，就是人现在缺乏一种非常深刻而静谧的思考，往往现在更多的思考是浮于表面，然后短平快的思考。现在是，我甚至有时候觉得他们没有思考，他们只是食人牙灰哈，像吃饭一样的在吃这些信息，你懂吗？他没有思考，就是这些东西他其实也不会在他脑子里面留多长时间。只是把他哄着吧，就像小孩哭了，然后赶紧给他把那个奶嘴给叼上。那你觉得现在当代大学生有没有这种效果？有没有这种特点？就是你看到的。我不好说当代大学生所有人怎么样，因为我其实跟他们已经有一些年代差了。比如我已经毕业5年了，我觉得5年时间，这个。已经换了一届了。对，我对那边那一群人他们是怎样一个状态，其实已经不是那么了解了。但是我能从这些外界的资讯里面感觉到，他们其实是一群更加焦虑、更加可怜的一代人吧。就我感觉人类一代比一代可怜，因为他所面临的这些痛苦啊，或者说封堵啊，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的多。但是怎么说呢？它也有好处，就是当下这个时代也给很多就是有想法就是独立的人提供了一些便利，就导致人分化了嘛。我没法说这个时代到底是好是坏。但我看到绝大部分人，他其实是过得更加的焦虑，更加的痛苦了。哦，你能细讲一下这个焦虑吗？我想看看跟我观察到的一不一样。
嗯，就比如说像以前的人，他可能会去谈一些理想啊，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太谈理想啊，那他们谈啥呢？他们可能会谈考公啊、考编呀、或者说是谈一些很现实的东西啊，就是找工作。就是像，对啊，比如说找工作呀，或者说，哪一门课好拿绩点呀，或者说，干哪一行的收入高呀，哦，很现实的东西吧。就是人渐渐失去理想了。其实我以前觉得人的生活其实应该要充满诗意的，就是如果当我们不再有诗意的时候，其实已经渐渐的不再是一个人了。啊，我想起高晓松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对，其实就像我现在给你一首诗，如果你能从中体会到这个诗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那你还是有一些人性在的。但是如果我给你一首诗，但是你只能看到一些扭曲的东西，我觉得或者完全读不懂，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隔得太远了，或者说你离那个诗意的世界已经太远了，你已经失去了那个世界了。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